这个老六刚穿越就中了尸毒，只有寻求道侣灵力辅助才能活下去。可虾仁万万没想到，修仙世界娶妻需要高昂的彩礼，没有米，就连离过3次婚的老斑鸠都看不上他。虾道友的颜值和人品，我勉强满意。我们谈谈彩礼吧。我月薪才3枚灵石，他如果要个8万发或者18万发的彩礼，那我根本不配啊！不知姑娘你们那要多少彩礼？也不多，300灵石，一座灵脉仙府，房产证上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我的钱全治病了，现在几乎是月光族，父母也帮衬不上，去哪凑300灵石啊？而且那灵脉仙府最便宜的也要上千灵石一座，根本不是我这个层次的散修能妄想的。柳道友，敢问你月薪多少？我在胭脂阁干服务员，一个月2枚灵石。道友，你一个月才2枚灵石，怎么要这么高彩礼？哼，我前男友月薪10枚灵石，我嫌他太穷才分手的，就凭我这姿色，你大概是配不上的。只是我看你是老实人，值得托付，没想到你连这点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你可以走了。虾道友，谈成了吗？他看不上我。虾道友莫急，他看不上你那是他的损失，咱这还有好多单身女修，总有一个适合你。那我再碰碰运气吧。叶道友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想要多少彩礼？按我老家的习俗，500灵石，外加一座灵脉仙府。我听王婆说你不容易，灵脉仙府就不用了，只要一座有院子的2层小楼即可。叶道友，这彩礼还有谈的余地吗？虾道友，我嫁给你就要伺候你，以后还要给你生儿育女，你是受益人，我比较吃亏。倘若日后你不能住籍，你我2人和平离了，我总要一些保障吧。叶道友，你我尚未成亲，现在考虑离的事是不是有点早？况且我们成亲更多是为了研习修炼之法，并非你伺候我，你怎就吃亏了？若日后我俩修炼有成，那就是我助你修行，这点彩礼算不上什么。叶道友，一起修炼本就是双方受益，咋就成你助我修行了？切，若我日后飞升，位列仙班，你500灵石娶一个仙女，岂不是赚大了？叶道友，容我回家想想。如何？人长得倒是挺水灵，但心比天高，彩礼更高，我不配。虾道友莫急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良缘就在姻缘阁。来都来了，道友要学会广撒网，重点捕捞，这样成功率才更高一些。虾道友，我这有一批不要彩礼的，你可愿看看？还有这样的好事？当然，不过成分不太好。前段时间魔门覆灭，这批女修是被解救出来的，她们深陷魔窟多年，身心和修为受损，不少人着急找个合适的道侣嫁了，要求也不高，能带他们吃饭就好。那麻烦王婆帮我撮合撮合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小事小事，我这就去给虾道友安排。刘道友，你是否愿意与我结为道侣，共探无上大道？没问题，不过我有几个条件。我有个儿子，所以我将来不打算再生了。我希望虾道友将我自视若己图。我知如此对你不太公平，所以彩礼就不要太高了，200灵石即可。虾道友可以先买个小点的粮食，我们先住着，我不想孩子跟我受苦。不是说不要彩礼吗？这个不但要得更狠，还买1送1，真拿我当冤大头了。要不是老子中了尸毒，需要灵力调和，才不受这鸟气。虾道友，我有个姐妹40多岁，带俩孩子，上个月刚嫁给一位筑基大修，彩礼1000灵石，1把上品飞剑，一座灵脉仙府。见你不易，我才降低了许多要求，你莫要不知足啊。刘道友如此美貌，的确不应屈就于我，千万不要放低要求，相信你总有一日也能嫁给筑基大修。告辞。成了吗？王婆，若剩下几位也是这样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虾道友，剩下几位真是魔门获救女修，据说在魔门内遭遇颇为凄惨，他们要求不高，你再看看，也许有天赐良缘呢。虾道友，我对你颇为满意，只需200灵石，一座带花园的新房即可。道友，我高攀不上，祝你早日觅得良人。虾道友，你我志趣相投，彩礼减半，100灵石，2枚2品灵丹，1把飞剑。道友告辞。虾仁一直香到傍晚，也没遇到一个不要彩礼还愿意一起修炼，无奈只能与王婆告别，回单位加班。呵呵，刚走2步，便迎面碰上一名神情麻木的女修走了进来。敢问道友有何贵干？我想找一名道侣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良缘就在姻缘阁。道友你来对地方了。敢问道友你对道侣有什么要求？炼气2层，
冰火双灵根，难修即可。这位道友，我炼气2层，冰火双灵根，你要多少彩礼？彩礼是什么？哇哦，终于遇到一个不拜金的女孩子了。哪来的傻女人，彩礼都不要，以后等着后悔去吧。姑娘，我一穷二白，也没什么亲朋好友，摆不起酒席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男人好难啊！彩礼风还是吹到了修仙界。这个老六因为没车没存款，相亲99次全部失败。就在他准备孤独终老时，一个啥也不图的女人出现了。姑娘，你愿意眼前这个男人成为你丈夫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有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尽头吗？我愿意。夏道友还愣着做神，吉时已到，抓紧入洞房吧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还不知道道友芳名？我叫夏荷。道友为何要找炼气2层且身具冰火双灵根的道侣啊？我被魔门掳去，圈禁数年，获救后孤苦无依，便想寻一名道侣共度余生。我体质特殊，只能嫁给冰火双灵根的男修。道友，你无需紧张。道友，你我与夏道友共同参悟功法，可为何体内灵气没有任何变化？获得2个修行点，夫妻亲密度过低，无加成。穿越2年，受尽折磨，金手指终于到账了。虽然修仙之法没啥卵用，但金手指在，提升修为还不是有手就行。今日与夏道友第一次见面，亲密度低也正常。道阻且长，操之过急，反而事倍功半。夏道友，你恭喜宿主获得修行点2，夫妻亲密度过低，无加成。系统把修行点全加到修为上。夏道友，方才你我为何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寒？我乃天生冰灵体。可为何冰寒之后，我又感到一股炽烈的灼热？我在魔门遭受折磨，火毒入体，所以体内冰火2重天。怪不得。夏道友，你放心，你我既已结为夫妻，日后我必会好好待你。今日你也乏了，早些歇息吧。恭喜宿主获得2点修行点，可加到修为或技能上。夫妻亲密度过低，无加成。师尊临终前的话没错，玄冰离火功真可以成就无上大道。从今以后，我夏雨荷要放下一切骄傲，与这男子一起参悟功法，早日恢复修为，为师尊和同门报仇雪恨。不，雨荷门圣女夏雨荷已死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夏荷，一心只为成就无上大道的女修。第二天，夏荷醒来，发现虾仁已不见了踪影，桌上摆着吃食和1点零花钱，还有一张纸条。夏道友，我去灵丹坊上班了，给你买的早饭，若是冷了，你拿厨房去热一下。我有时回来，桌上有50灵珠，你先用了，不够了再跟我说。他真的只是普通散修吗？我昨日刚到这云灵镇，他便这妖巧出现在我面前。难道是3大宗门察觉我未死，为抓我不下的陷阱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到底去干啥了。夏道友，我任你请假，错过了大场面。什么大场面？堂主昨日炼出一枚冰清丹，那可是2品灵丹，在市面上能卖50灵石呢。不知下个月房主是否给我们多加1枚灵石的工资？想啥呢？方主只可能给他自己换费件，不可能给我们加酬劳的。我体内湿毒，冰清丹倒是有用，可想要彻底解除，还需要品级更高的冰心回春丹才行。但这东西有价无市，不是我这种人能触及的。不过这几日可以跟娘子多研究几次。等修为突破到炼气3层，我从学徒变成炼丹试试，可以自己炼丹试试。下班后，虾仁本想给娘子买的新婚礼物，可转了几家店，发现东西太贵了，最后只能放弃，发誓要努力修行，多赚灵石。啥情况？我怎么感觉被跟踪了？这修行界不太平啊！听说镇上前几日就有修士失踪，还是得抓紧回家。虾仁加快脚步绕了几圈，结果那种被跟踪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虾仁心中大惊，连忙拿出一张高价买的神行符贴在腿上，身体顿时化作一道流光，
远遁而去。还好被甩掉了，我这连租房是镇阳宗管辖范围，有3阶法阵守护，炼气中期的修士都不敢在这动手。至于炼气后期，人家也不屑于来这种地方。回来了，我煮了粥，多吃一点吧。辛苦了，多谢。我看你体力不行，在粥里加了8几天沸羊羊毛和灰太毛，赶紧趁热吃吧，效果更佳。娘子费心了。娘子，有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。走近一些说。娘子你。恭喜宿主获得2个修行点，加点后修为可突破至炼气3层，是否加点？加。哎，娘子且慢。恭喜宿主获得2个修行点。刚才喝的那个粥也不管用啊。你还好吗？不用担心，我很好。好，再来。本次获得2个修行点。官人，方才你说有事跟我说。没事了。歇息吧。本来想问他跟我一起修炼难度大吗？现在看来我才是悟性不足的那个呀。娘子，你先睡，我去方便一下。系统加点。终于到炼气3层了，这剩下10个点就加到技能上吧。终于成1阶炼丹师了。等咱炼丹事业走上轨，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，不能再做30西哥了。嫁衣洗好了，要还给谁？隔壁道侣，男修叫张成道，女修叫陈芳，这2位道友人不错，你可以多和他们来往。另外一边住着的那位道友不太正经，他若对你说什么，不用理会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还没吃早饭吧？不用了，我点卯来不及了，你自己吃吧。哼！我煮的粥竟然这么难吃。这俩货昨晚一定是去怡红院清取了。夏道友，我们先去睡一会，杨管事来了，你就说我们在后院打扫。2位道友放心，若有事我叫你们。好嘞，改日请你去怡红院听取啊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王平和徐丽呢？回杨管事，他们在打扫后院。方老头呢？方道友昨日咳得厉害，今天告假了。还好师傅今日不炼丹，否则就耽误事了。这种病痨，迟早让他走人。杨管事，烦请你与方主说一声，闲暇时我能否用一下那间闲置的炼丹室？你搞什么飞机？我最近对炼丹有一些感悟，想实践一下。如果方主允许，我可以出一些费用。炼丹，你呵呵。杨管事能否帮忙？若实在不行，我也可以买下那青铜炉和灵扇。院子扫干净了吗？丹炉里的丹石换了吗？都没做，那你还在这做白日梦？5时前把事情都做好，否则我禀告房主，扣你零食。看来只能去夜市碰碰运气了。吃了，合欢丹，合欢丹，一枚只要1灵石。2手下撇飞剑，能飞能看人，装叉利器，只要20灵石。极品灵兽黄玉龙，可大可小，可长可短。黄道友、骆道友今晚在不在？秦道友来了，莫道友给人送货去了，很快回来。那我帮他守一会摊子。虾道友，你怎么来了？莫道友，夜市你熟悉一些，可否帮我问问，有没有卖2手丹炉和灵扇的？最好是便宜一点，能用就行，外观品质不用太讲究。虾道友，你突破了。最近有所感悟，刚突破到炼气3层，进阶到1阶炼丹师了。恭喜虾道友，丹炉的事包在我身上。
郑道友，生意兴隆啊！莫道友，你来做什么？郑道友，我想买2手丹炉和下品灵扇，你可有门路？你是帮这位小兄弟买的吧？是我买，你价钱实在一点。也是你运气好，昨日正好有人在我这里挂了一座青铜炉和一把下品灵扇，这位急于出手，总共只要40灵石。40灵石，那我不如去福源阁买了，那里东西来路正，还有售后。友情提示，福源阁没有100灵石，可买不到哟。多花些灵石，总好过惹麻烦，我就去福源阁吧。莫道友何必如此着急？都是老熟人了，价钱可以谈。一口价，丹炉加灵扇10灵石。你这杀价未免太过分了，若只卖10灵石，我还得倒贴雇主，你这是要我命啊！我生活艰难，一个人打好几份工，晚上还要在夜市摆摊，凑出10灵石已经不易了。道友可否看在多年相识的份上，给我一条活路？道友不愧是夜市杀价王，20灵石不能再少了。13、18、14、15，成交。我得先验货再付钱哟。行，等卖家把东西送来，我联系你。那就有劳道友了。这只毛皮虽然心黑，但信誉向来不错，你不用担心，他卖的东西就算出了问题找不上你。我自然信得过莫道友，刚才若不是你，我怎可能如此低价购得丹炉和灵扇？多谢了。不必客气。对了，你炼丹需要什么材料？我帮你留意。我打算炼制清风散，需要1株青灵草和驱毒虫花。我可以问问黄道友，他那里应该有，价钱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多谢了。我回去看摊子了，丹炉那边若有消息，我立刻告知你。回来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娘子，这是何物？10全大补粥。娘子，这粥里都加了啥呀？鹿茸、沸羊羊毛、灰太毛、韭菜籽、肉松、海马、菟丝子、黄连、女贞子、肉桂，全是强健体魄的药材。那为何这粥是紫色的？我还加了半株固元草。娘子，要不我们一起喝吧？不，我不能喝。为何？我若喝了，体内冰火2重天更甚，你恐怕难以承受此药力。娘子，这固元草可是灵药，1株也得1灵石，你买的吗？你看那是啥？灵芝盆，你怎会有这种东西？我是灵芝师。几阶？刚到1阶。1阶也不错。夜深了。昨晚修炼，今日若不休息的话，不被尸毒折磨死，也会死在追逐无上大道的路上。早些歇息吧。这10全大补粥还真行，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定早起修炼，挽回自己尊严。睡了吗？娘子你修行点+2，夫妻亲密度低，无加成。娘子，你不是说要早些歇息吗？为何又？不过才修炼了1个小周天，不耽搁歇息。这，娘子你昨天修炼一会，不，具体说应该是5分钟，便得到6点修行点，赚大了。这6个修行点就加到修为和技能上吧。若是夫妻感情一直没变化，修为提升到炼气3层要修炼2000多息，丹师提升到2阶要修炼将近1000息。果然是道阻且长。你可否再给我讲讲周边邻里？隔壁左右两边的邻里，昨日与你说过了。哥这巷路正对面那间屋子住着一名女符师，叫莫小兰，为人勤劳正直。不过她每日早出晚归，你俩应该很难碰面。莫道友右边那间屋子，前几日刚住进3名男修，那3人神神秘秘的，根本不与邻里交流。难道这3人是正道那些狗东西的探子？虽然我已改变容貌，但也要处处小心才是。小妹子来了，快屋里坐。陈姐，听说你隔壁刚搬进来3名男修，你见过他们没？小妹子问这个做甚？就是好奇这么小的屋子，3个男修能挤得开吗？前晚丑时我看到他们从巷外回来，也不知道干啥的。陈姐丑时还在外面。不瞒你说，我与夫君打算练功，所以那晚我们睡得晚，我是趴在窗户上看到的。小妹子，你是专门来打听隔壁男修的吗？不，我是来请教怎么煮粥更好吃一些。2位道友昨晚又去怡红院听曲了。
夏道友有所不知，昨日怡红院出了新花样，实在有趣。又有啥新花样？那些技修全都把头发染成了一半火红一半雪白，穿上黑纱云纹袍，十分妖娆。为何要这样啦？夏道友竟然不知道，那魔门圣女夏雨荷就是这样装扮。不，他们这是玩角色扮演呐。两位道友，我刚来时听杨管事说，那个废丹坊要重新装修，不知真假。这事说来也怪，坊主临走前并未说要重新装修，刚才我偷偷进去瞧了一眼，里面根本没有工人，而且就丹炉和灵山都不见了。又与同事闲扯了一会儿，眼看已到下班时间，虾仁与莫小兰约定好今日交易丹炉，可赶到夜市一看，丹炉品相太差，一整天的好心情被破坏了。回到家中的虾仁闻到一股香味扑鼻，放眼望去，竟是一锅刚做好的香粥。娘子，这是隔壁陈道友送来的粥吗？是我自己熬的。娘子厨艺精进竟如此快，那我赶紧尝尝。太好喝了，剩下这点娘子明日给我热了再喝。娘子，今晚我们说说话可好？十全大补粥没用吗？我意思是，你我已是夫妻，但我对你了解甚少。今晚我们不做其他，促膝长谈如何？你想了解我什么？你老家在哪？可还有亲朋？将来有何打算？为何想知道这些？因为我们是夫妻啊，未来要共度漫长岁月，自然要相互了解。我来自北荒的一个小村子。北荒如此遥远，你怎么来俺们东修？我幼时被一个小门派选中，成为外门弟子。外出历练时，被魔门所掳，受尽折磨，直到三大宗门围攻魔门，我才获救。那你为何不回北荒？我所有同门都被杀了，我出生的地方也成了废墟。我在这个世上已没有任何亲人，回不去了。对不住，娘子，我打算在40岁之前筑基，成为4阶丹师。到时我一定在镇阳城买一座灵脉仙府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好高骛远，修行大忌。娘子不愧是在正经宗门修行过的人，你说的对，所以我眼下只有一个小目标，我已成为1阶丹师，想尝试念一炉清风散。我要睡了。娘子，不管如何，你已是我妻子，我不会负你。娘子，我去上班了。我骗了你，将你当成辅助工具，这青灵草就当做补偿吧。方老头，你2天没来，扣你1块零食。杨管事，房主走前我已向他告假，房主答应我休息这2日不扣我报酬的。我是管事，我说了算，你没向我告假，扣你零食有问题吗？杨管事，我女儿马上就要交灵院学费了，请你高抬贵手啊。方老头，不要整天把你那种品灵根的女儿挂在嘴边，你女儿在修士灵院就是个中游，根本无望进入镇阳宗外门。杨管事，可房主答应我。行了，后院还有半炉丹炉，5时前必须清理完毕。你来这是做什么？杨管事，我想打扫一下这间旧丹房，不知为何上锁了。不是说了吗？这间旧丹房要修缮，闲杂人等不许进去，听不懂人话吗？你们运气不错，今日又有人来我这里挂卖青铜炉，一口价18零食，2日后来验货。怎么又涨价了？爱要不要？郑道友，择日你卖了破损的黑心炉给我，若夜市都知道此事，以后谁还敢找你买东西？你这是血口喷人。原价不变，丹炉加灵扇，15零食。遇上你我真是倒了血霉。莫道友，今日多谢了。你再这么客气，我以后可不敢帮你了。快回去吧，你家娘子该等急了。刚才有一道人影一闪而过，难道是娘子等急了，在窗口望我？娘子，我回来了，你又煮粥了？没有。可这香味……我已经喝光了，我要去睡了，别来吵我。张道友，这是怎么了？小道友，昨晚咱请罗香幽处撕裂。修仙界内卷彩礼，而我却凭借狗屎运娶了魔门圣女，不仅没花1分钱，修为还蹭蹭往上涨，你说气人不？又是鬼修劫道吗？昨晚在青罗巷外，一位服侍被杀了，身上灵石和符箓被洗劫一空。大家不必惊慌，
住在咱宅雨巷的都是穷人，估计那鬼修也看不上这里。家人听说浮尸被杀，第一时间联想到莫小兰，班也没心情让了。但经受怕一整天，总算熬到下班，便匆忙赶往夜市。家道友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好明夜去干丹炉吗？莫道友，我听说昨晚青罗巷又有鬼修劫道，那边离夜市很近，特来提醒你，近几日早些回去吧。家道友有心了，放心吧，今晚我便早些收摊。告别莫小兰，家人一路上提高警惕，捏着神行符。好在一路无事，还没到家门口，就看到一道娇小的身影瞬间消失。娘子又在等我回家了，有媳妇的感觉真好。回到屋里，夏荷已做好晚饭，虾仁一边吃一边跟夏荷絮叨：最近晚上有鬼修杀人劫道，娘子你晚上切莫出门。在哪？听说昨晚在青罗巷还杀了一名符师，如果这鬼修继续犯事，说不定镇阳宗外门会派人过来。镇阳宗会派人来？若那鬼修不再出现呢？那镇阳宗应该不会派人来。元陵镇这种小地方，只要不出大事，这种大宗们是不会在意的。娘子，你这周又加药材了，该睡觉了。娘子，容我说一句，明日煮粥可否别再加料了？现在我灵力已经紊乱了。可一个时辰后，虾仁沉沉睡去，夏荷蒙了面，悄悄出门，在巷子里等待猎物的出现。今天收获挺大，才抢了一个，竟然有10余张符字，10多抹灵石，即可1品灵丹。这些东西卖了，够咱弟兄们快活好几日了。你是何人？赵四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是死刑的，前辈饶命啊！从今日起，不许再出门劫掠，不许再做惹人注意的事。谨遵前辈法旨。你们是血丹门的人？前辈法眼如炬，我等却是血丹门的人，但已被逐出门派，无法在南魔之地立足，所以才到此处。既是血丹门的人，那你们应该有丹炉吧？昨晚这一折腾，竟然获得16个修行点，真好，就是有点费腰。系统加点，修为8点，技能8点。娘子还在睡，就不打扰她了，今晚就能拿到丹炉了。好激动呀！白日无花，晚上虾仁早早来到夜市，和莫小兰一道买了丹炉，两人一路抬着回到宅宇巷。莫道友，这位就是我家娘子夏荷。夏道友，我叫莫小兰，就住在对门，以后有事可随时找我。多谢莫道友，那这丹炉我帮他搬就行。好，两位道友，我先回了。娘子，咱俩一起把丹炉搬进屋吧。自己搬？哼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关老爷保佑我炼丹成功，行行。废了。这青灵草足足花了我1灵石，就这么废了。这首次炼丹的成功率比前世考公上岸还难。无人扶我凌云志，我自炼丹至山巅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炸炉了！这可是我花了15灵石刚买的丹炉啊！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？练个清风散都要炸炉吗？是啊，练最低级的1品丹药都要炸炉。我还做什么丹师？把这丹炉扔出去，别占着厨房，我明日还要煮粥。前辈，这是您要的丹炉，10层新，质量杠杠的。你们可以走了。第二天，虾仁再次向杨管事申请租用旧丹房，依旧被杨管事冷言拒绝。下班后去夜市转了一圈，依然没找到合适的丹炉，于是虾仁决定今晚干一票大的。这世道不让人活，我偏不如你意，我今晚就去灵丹坊把丹炉偷出来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搏一搏，说不定单车变摩托。娘子，今晚我要出去一趟，若我没回来，你便离开宅宇巷，另寻良缘嫁了吧。先把碗洗了吧，这也许是跟他吃的最后一顿饭了，有始有终吧。这
这是谁的丹炉？真的，我没有做梦。娘子，厨房里怎么有一座丹炉？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。嫁妆咋没听你说过啊？我忘了。这种品质的丹炉，就算二手的也得80灵石。娘子，你这嫁妆也太丰厚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去干啥？我今晚要继续炼丹，去夜市找莫道友买一株青灵草。来了！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这青灵草灵气四溢，品级一定很高。娘子，你怎会有的？我是灵植师。对，我都忘了。可娘子，你不是一阶灵植师吗？为何这么快就培育出这种高阶青灵草了？青灵草而已，很难吗？哈哈，说娘子这么天助异禀的人，这点事还不是有手就擒？娘子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去炼丹了。疼啊，炼成了！娘子，我炼成清风散了，我终于成为真正的丹师了。知道了，我睡了。娘子，停止，这个点都睡了，今天这么晚还没睡，难道是等着见证我成丹的？我那一炉清风散能卖6块灵石，等换了钱，一定好好犒劳他。怎么这么晚才来？不知道今日房主炼丹吗？杨管事，现在刚到辰时，我并未迟到。哼，我与房主今日要专心炼丹，尔等在外面好好做事，不可喧哗。呸！侯战人士，听闻昨日怡红院来了一名真阳城的花魁，美艳无双，勾魂夺魄，我却不能亲眼目睹。只能期待房主炼好丹药后，我出门几日。两位道友聊着，我去后院看看有啥活没。方道友，今日方主为何没有唤你入内？房主嫌我手脚不麻利。也好，你身体在里面待久了也不行。对了，方道友，据说炼气3层以后，神识便能出体。你听说过神识出体2丈开外，还能清晰识人、听人话语的情况吗？炼气3层，身体出体最多5尺，超出5尺便无法听人话语，更别说清晰识人了。瞎道友，这浅显道理你竟不知？为何我的神识能探查2丈以外？难道我比普通炼气3层牛叉？虾人假装在院中扫地，神识探入炼丹室中，听到了杨管事和房主的谈话。师傅，前几日你不在房里，那方老头旷工数日，我寻思扣他1块灵石。等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师傅，这几日我发现那虾人总往旧丹房跑，鬼鬼祟祟，似有图谋。我看他是惦记上我们的旧丹炉了。若有家贼，你处置了便是。这货别的本事没有，挑拨是非的能力真是一绝。下班后，虾人带着自己炼制的清风散来到一个叫丹福楼的地方，准备全部卖掉。虾人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场所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掌柜，我有2袋青灵散要卖，你们收吗？这位道友很抱歉，我们不收低品丹药。贵，我这清风散比普通的品级更高一些，您要不看看？这位道友，你有多少这种品质的清风散？有2袋，3灵石1袋，柔和。成交。交易完成后，虾人带着6块灵石赶往市集，花重金给夏荷买了一支白玉莲花簪，又买了一些生活物质，这才兴冲冲赶回家。娘子，清风散卖了6块灵石，我给你买了一支白玉莲花簪，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？我不喜欢莲花。那我明日再去胭脂阁换一支。娘子，你能否多培植几株高品质的青灵草？丹福楼对高品质清风散有需求，我想多炼制一些拿去卖。所以你今日买了簪子给我，是想与我换青灵草？杨子，你误会了。你若觉得吃亏，我可以卖了清风散，给你7成分成。该睡了。妈呀，我出息了，我竟然这么厉害。明日给你青灵草，不需要灵石。夫妻感情终于增加了，难道是35系的原因？系统将修行点全部加到技能上。2位道友，房主又去售卖冰灵丹了吗？这次房主可能要外出10几天。为何这么久？这次方主的买家是天丹阁，镇阳城的天丹阁，他们不是专门给镇阳宗供应丹药吗？
夏道友不愧是在镇阳城待过的人，那你肯定知道镇阳总每年一次的北荒试炼吧？这么说，方主这次是搭上大船了？对，不过方主也是跟着一位高阶丹师才搭上天丹阁，据说人家这次要200颗冰清丹，若是成了，我估计方主至少能赚2000灵石。到时候房主可以买灵脉仙斧了。哎，果然还是丹师有前途啊！晚上回到家，施粥时夏荷一下掏出3株青灵草，而且灵气更浓郁，虾仁高兴坏了。娘子，你竟然一次培植出3株！资质普通的丹师，1株青灵草能炼5代清风散。娘子，你等着，别人可以，我也不差。就这样，连续5日，虾仁白天上班，晚上炼丹，修炼的事都被他抛在了脑后。娘子，今晚我们全部加点技能，还得是系统给力呀！等明日卖了清风散，一定好好吃一顿。掌柜，我又带了些高品级的清风散，你还收吗？原来是这位道友，当然收。哦，道友真厉害，全都是高品阶的。这位道友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道友有何贵干？我家主人近日也在寻高品阶的清风散，可否将这些卖与我？价钱嘛，可以商量。道友，丹福楼向来童叟无欺，你的东西卖给我们更妥当。原价基础上，1颗清风散，我再给你加50灵珠，如何？哦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位道友对不住了，我与掌柜早有约定，不能把东西卖给你家主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打扰了。以后若有高品阶清风散，随时找我。这是133块灵石，道友你清点一下。不用点了，我自是信得过掌柜，告辞。道友且慢，掌柜还有事。不知道友还有多少这种品质的清风散？掌柜你要多少？200袋，价钱依然是今天这价，但必须10天交货。200袋，那可是700灵石啊！可10天内我上哪炼这么多啊？掌柜，容我回去评估下产能，隔日再答复你。莫道友，方才真是多谢你了。谢啥？又没外人。莫道友，你刚才诓骗了丹福楼掌柜，会不会有麻烦？我跟他们没有生意往来，不打紧的。两人一路聊着，就回到了翟雨巷。远远就看见隔壁那整日去怡红院的猥琐男修正在敲虾人家的门。虾家娘子，我身为邻居，只是想关心一下，隔壁巨人于千里之外。孟道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虾道友，我只是想给你家娘子送壶酒而已。我家娘子不喝酒，请你以后别再骚扰她。虾道友，我每日花费灵石才能在外修炼，而你家中有道侣，去外面还有莫道友这等高手，不花灵石内外修炼，当真是好福气。孟道友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你既不是虾道友的同伴，不如与我结为道侣如何？你已经炼气3层了，咋样？一品灵兽灵獒，就问你们怕不怕？孟道友，你喝醉了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疾风，干他们！两位道友，刚刚开个玩笑，我回去了。莫道友，对不住，连累你了。虾道友哪里话？这孟雨本就对我们翟雨巷的修士多有骚扰，今日是你帮我教训了他，不过你还是要嘱咐你家娘子，单独不要出门，她容貌过人，难免遭人惦记。告别莫小兰，回到家中，夏荷早已准备好晚饭。虾人一边兴奋地谈起今天卖了133块灵石的事，一边感慨200袋清风散的生意错过太可惜。答应就是。可200袋清风散至少需要40株高阶青灵草。从明天起，我每天给你10株，4天就够了。可即便有足够的青灵草，10天炼出200袋，我实在没把握啊。你若35息炼1袋，何愁10日内赶不出？35息？娘子，你这是在拿我开玩笑呢。虾人把得到的9个修行点全部加到了技能上，趁着虾人熟睡，夏荷悄悄出了门。前辈有何吩咐？我最近想吃灵鳌肉，3日内给我送来。接下来几天，
虾仁天天熬夜炼丹，人看着都瘦了一圈。这日正在熟睡中的虾仁被一股香味惊醒。哦，好香！啥东西这么香？娘子，这是什么肉？高品级的灵肉，你这几日炼丹消耗灵力太多，需要补补。哦，家有贤妻，真好啊！哪个天杀的把我的灵鳌偷走了？我的疾风啊！这不是隔壁孟雨吗？他的灵鳌竟然被偷了！就这样，天天吃灵肉进补，虾仁炼丹速度明显提升。第9天便炼出了200袋清风散。我还没完过。娘子，为何今日肉汤味道与前几日不同？我加了几味药材。啥药材？补灵气的。啊。夫妻感情上需磨合，加成1，可用修行点24点。全部加到技能上。没想到竟提前1天交货，道友日后在丹道上前途无量啊！这是700灵石，请道友收下。多谢掌柜的。我们最近急需50枚凝血丹，8灵石1枚，7日内交货，道友可有兴趣？掌柜的，我手里没这么多凝血丹，抱歉了。经常娶媳妇的都知道，娶贤妻旺3代。眼前这个没车没房没存款的老六，本以为要做一辈子单身狗，可偏偏碰到一个啥也不图的你，不但让他在修仙界赚到钱，还混得风生水起，就问你羡慕不？娘子，我们有钱了。慌什么？跟暴发户一样，这才哪到哪？娘子，今天丹福楼掌柜要跟我买50颗凝血丹，被我拒绝了。还是娘子说的对，有多大能力端多大碗，俺不能飘。50颗一品丹药而已，这还叫个事？主要我没练过凝血丹，而且那玩意需要凝血草和活气果。明天给你。哦，多谢娘子，有你真好。今晚我想和你一起看月亮。我还没。系统修行点全部加到技能上。那偷鳌贼，若是女的，便永世为奴；若是男的，便被人断了灵根，做一个麻瓜。这孟道友估计又喝醉了。哼，不就吃了你一条狗，竟然这般咒我！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偷鳌贼，我咒你全族撞大运！虾仁，待我改日当面邀请你那小娘子，看你敢如何！莫小兰，还有那陈芳，你们都将是我的菜。竟有如此女子，这位道友一个人深夜在此，是在等我吗？你刚吃的是心丹，万已是心之痛，每月发作1次，若无我的灵气，你将活活痛死。前辈饶命！我愿做前辈的狗，供前辈驱使，万死不辞。想做我的狗没那么容易，得通过考验才行。请前辈明示。方才听你念到了几个人名，你跟他们有怨？不瞒前辈，这几人都是我邻居，确实有点纠葛。你当面向这几人磕头道歉，便算你通过考验。啊？这怎么不愿意？不，愿意，只要前辈吩咐，小人万死不辞。第2天，虾仁刚出门，就在门口碰到怪异的一幕。鼻青脸肿的孟道友正跪在陈芳家门口磕头道歉。陈道友，从前都是我的不是，这里给你道歉了。孟道友，都是灵力，不必如此。这么说，你们原谅我了？我们并未记恨你。虾道友，那日多有得罪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早晨起来，有人见面就给磕头，虾仁总算体会了一把人上人的感觉。他飞一般冲向灵丹否，发现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对劲。虾道友，今日小心些，房主心情不好。为何？镇阳宗不知为何取消了那200颗冰清丹的采买，方主的大买卖黄了。难道是因为我那200袋高品质的清风散，我把房主的买卖搅黄了？那可真有点爽呢。虾仁来一下。杨管事何事？你进去打扫下旧丹房。杨管事，你不是说旧丹房要修葺，不许任何人进入吗？我让你去你就去，哪这么多废话？拿好钥匙。这杨管事前2天好告状，说我打炼丹炉的主意，
今天把钥匙给我，等哪天炼丹炉不见了，那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不行，得把钥匙还给他。打定主意，虾仁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把钥匙还给了杨管事。他心里已决定，他升到2级丹师便离开灵丹堡，远离这是非之地。执事大人，小人童金银是这间丹福楼的掌柜。丹福楼消息灵通，今日在云林镇可有什么蹊跷之事？前些时日晚上有鬼修劫道，还杀了1名符师，不过这几日消停了。我来不是抓个把鬼修的，还有吗？没了。执事大人，云林镇偏僻贫瘠，那魔门余孽想来也不至于来这里。我听说这次北荒试炼采买的那些高品质清风伞，大多来自你们这。确有此事，是一个散修卖给我们的。散修何等修为？炼气3层，1阶丹师。哦，这么低的修为竟然能炼出堪比2品灵丹的清风伞，此人有何特别之处？没啥特别的。那日我问他能否7日内炼出高品凝血丹，他说做不到，想来是刚成为丹师，只会炼清风散。这么说跟普通散修差不多，师姐真是多虑了。这小小云林镇能有什么魔门余孽？哇惨！娘子快看，我第一次就炼出凝血丹了。太慢了，这可是灵丹，不是灵散，3个时辰1颗，已经很快了。我们宗门最差的丹师1个时辰能炼出来3颗。这么快，看来是我坐井观天了。多谢娘子鞭笞，我再去练。深夜，杨管事一袭黑衣潜入灵丹坊，打算顺走旧丹炉和灵扇。为了不被怀疑，白天散值时，他找个理由把钥匙给了方老头。卖掉这座丹炉，彩礼就凑齐了。嘿，嘿，吼！你们是谁？嘿嘿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衣服呢？杨管事，先穿我的吧。看什么看？不干活了，当心扣你们零食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没事，我们在玩闹。收拾好，速来助我炼丹。夏道友，房主那200颗冰清丹的大买卖黄了，这几日心情很不爽，可千万别往枪口撞啊！多谢道友提醒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厉害，用1品丹药把方主还有背后那位4阶丹师给挤下去了。听说那位4阶丹师人脉挺广，要找到背后之人，一定会狠狠揍他一顿。夏道友，你咋了？没事。本来还想有钱了租个大点的房子，现在看来还是要低调点。本来穷的好好的，忽然富了，肯定会出事的。虾道友，这是周前辈。周前辈，这位道友是来给我送货的，我今日确实有事，劳烦你先回去吧。莫道友，既然有事，那我改日再来。这么快？这人至少炼气5层修为。嘿，虾道友，你找我有事。高阶凝血丹，莫道友经常帮我昨日炼出1颗凝血丹，送给你聊表谢意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之间不用如此见外。我们既是朋友，朋友之间送些小礼物也是寻常，你别推辞了，否则我回家不好向娘子交代。啥意思？不瞒你说，送凝血丹给你是我家娘子的主意，你就别推辞了。虾道友，那就多谢了，也替我谢谢你娘子。好的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莫道友，你真不打算答应周前辈？我此生都不会和他人成婚，我要靠自己修行。300灵石，1把下品飞剑，1座小型灵脉仙符，这么丰厚的彩礼，做妾也未尝不可。可惜啊，我不是女子。晚饭后，夏荷拿出3颗凝血草，要求虾仁3个时辰内炼出3颗凝血丹。虾仁欣然领命，熬到半夜总算完成任务。娘子，我现在能和你宗门最差的丹师差不多水平了吧？该修炼了。娘子，为何你体内的冰火更甚了？我如今修为已恢复到炼气3层，玄冰离火功在体内的气息更猛了。若他的修为能压制我，便可不受这冰火之力影响，到时候共同修炼到更高的境界，都不是梦。娘子不说话，难道是嫌弃我？下次我一定能减。
系统加点到修为和技能上。张道友，那个有件事想向你请教你一二。贾导佑，或死！你与嫂子一起参悟功法，境界提升难吗？贾导佑，你张道友，别误会，我不是刚修行吗？欠点火后，见你境界如此之高，所以向你请教。我也算可以，一般也就一个大周天才能晋升。那么厉害，那可是我遥不可及的梦啊！多谢张道友。道友，可否借我一点零食？这个真没有。方叔，实在是家中急用，我知你颇有积蓄，能否借我10块零食？杨管事，你别折杀我了，我和我娘子赚的零食全都给小女交学费了，对不住。杨管事，我身上只有这2块零食。哼。杨管事，你也知道，我连青罗巷的房子都租不起，住在房租最便宜的翟雨巷，我掏空身家也只能拿出50灵珠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才50灵珠？杨管事家出事了吗？我倒希望他家出事呢，这后眼贼还是借我们的零食去付彩礼娶婆呢。修仙界也流行借钱娶媳妇吗？下班后，虾仁没有立马回家，而是来到胭脂阁，打算给夏荷买一件能加速恢复灵力的法阵灵袍。陈道友，我想给我娘子选一件法阵灵袍，你们这有合适的吗？虾道友看下这条裙子，内有回灵阵，20灵石即可。20灵石倒是不贵，可我一个最低等的丹炉要是突然买了一件这么昂贵的衣服，是不是太招摇了？这衣服太贵了，陈道友，有没有便宜点的？这件只要10灵石，只是内里回灵阵简易一些，做工和用料也没那么精致。就它了，给我包好。虾仁付了零食，拿着衣服准备离开，售货员陈家忽然抓住他的手，小声说道：虾道友，我住在青罗巷巷口第2间房，你我颇为有缘，改日有空可否来我家中一叙？道友告辞。什么？给你买的法阵灵袍，你这几日为我培育灵草，灵力消耗太大，看看喜欢吗？哼，不喜欢。谁呀？虾道友，是我，莫小来，方便吗？有事找你。虾道友，方才夜市有一对太保对重金求购一瓶高阶灵丹，你有没有兴趣？他们要啥丹药？凝血丹20颗，护灵丹20颗，玉清丹20颗，每颗6灵石。莫道友，这支探宝队为何要这么多丹药？最近传来消息，说北荒深处天禄山发现魔门圣主留下的宝藏，很多探宝队都蠢蠢欲动。消息可靠吗？应该可靠。3大宗门剿灭魔门最后一战就在天禄山，魔门圣主和圣女都在天禄山伏诛，魔门宝藏在那边出现也不奇怪。师傅，你在天禄山下设下的陷阱终于有人上钩了，只是不知道镇阳宗会派谁去。哼，是否有当初围杀师尊与我的仇敌？莫道友，这个价格没得说，只是我可以答应。真的吗？娘子，行，莫道友，你回去告诉他们，这活我接了。好嘞。最近也不敢去丹福楼卖药了，这莫道友的单子真是及时雨啊。为何不敢去丹福楼？最近一次性卖给他们这么多丹药，而且抢了我们房主的生意，难免有人心生记恨，我怕被别人盯上。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若都不如这般瞻前顾后，还不如不修行。娘子，你说的那是生在大宗们天赋超绝的天之骄子，我们这种底层散修能活着便已不错，若当真逆天而行，还没离地就被人一巴掌拍死了。所以你修行只是为了活着，那你不如做个凡人，还修什么仙？可凡人根本活不下去啊。之前在山下见到的凡人，动辄被妖兽吞噬，被强盗打杀，甚至被哪个心情不好的修士随手覆灭。修仙世界，凡人确实都是蝼蚁，根本没有选择生死的权利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对不住，我不该与你说这些。去炼你的丹吧，剩下的灵草我会陆续给你。
前辈有何吩咐，小人一定办好。你去怡红院替我打听天禄山的消息。前辈，我的灵石已经花光，怡红院不让我进啊。那是你的事，若做不到，就等着经脉尽断而死吧。恭送前辈，您放心，我明日就去怡红院做龟公。听闻怡红院的花魁要开始出阁了，徐道友，要不你我二人凑凑，拿下这花魁。王道友，50灵石，你拿得出来吗？那花魁竟然如此稳重，这花魁一直在大城池里，不知为何这次来云灵寨竟然要破例了。虾道友，你别看要花50灵石，这花魁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一不精，买到一次机会可单独入他雅舍听曲，怡红院不会泄露客人信息。修炼效率高快成我的心魔了，或许解决心魔之法就在这怡红院。若是未死，去东修云灵镇。圣女，你到底在何处？你还活着吗？刘素，这位大爷看上了你，你可要好好端茶倒水。这男修衣着普通，看着不像有钱人，竟然愿意花50灵石，必是脑子有病。哼，老娘生是圣女的人，死是圣女的鬼。大爷您坐着，若有伺候不满意的地方，立刻叫我。大爷，长夜漫漫，不如先听流苏吹弹一番可好？这花魁身段虽然高挑，但其他各个方面比我家娘子差远了。这臭男人眼神竟然带着嫌弃。我流苏从小美到大，除了我家小姐，我就没见过比我漂亮的女人。你这臭男人竟然嫌弃我！接下来2个时辰，流苏吹箫、弹琵琶、拉二胡、唱小曲，吹拉弹唱全都来一遍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女人中的极品。客人，流苏蒲柳之姿，可还入得你法眼？这是被我丑跑的，我真有这么难看吗？流苏，客人怎么走了？你得罪客人了。妈妈，你看我这样子，像是得罪客人了吗？那到底啥情况？客人太生猛，说改日再来。行，好好干，他若再来，给你涨工资。方才我应该没看错，卖花魁一曲的真是瞎人，他家中有那么美艳的娘子，竟然还来勾栏之地，简直无耻之极！呸！不行，我还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我娘子如此贤惠，还一心助我炼丹，我怎可对不起她？前辈，今日我探听到一些消息，镇阳宗的确会派一队弟子去天禄山，不止镇阳宗，飞云宗和雷剑宗也会派人前去探寻魔门圣主的遗撒。就这。前辈，我已经尽力了，饶命啊！具体会派哪些人？3日内查清。前辈，还有一件可以指示。说。我白天在怡红院看到我一个邻居，他与我差不多穷困，但今日却拿不出50灵石，不知这是否算可疑？你邻居叫什么名字？仙人，此人1个月前刚娶了一个漂亮娘子，没想到竟然抛下娘子去怡红院跟花魁厮混，还花了那么多灵石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我要是他娘子，定阉了他。今日之事不许告诉任何人。那花魁在何处？2楼天字房。水，流苏。圣女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你死了，我找了好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3大宗门派人去天禄山寻宝的事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在怡红院经常有人提及此事。我想知道3大宗门会派人去送死。明白，圣女，我跟你走吧。留在怡红院打听到消息，没法告诉你啊。有了消息，可以无意间透露给一个叫孟雨的龟公。圣女，你住哪？我在怡红院打探完消息就来找你，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日后再说吧，切记谨慎行事。我走了。恭送圣女。以后不必如此行礼，宗门没了，也再没什么圣女了。是，我听说昨日有人买你一曲歌，你和那人？我和那人什么都没做，他在我房间坐了1个时辰就走了。圣女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没事就好。那人若再来，他敢再来，我便阉了他。不可，在我恢复修为之前，不可引人注意。那人若再来，你赶他走便是，不可伤人。怎么感觉圣女和以前不一样了？是机智更好了。圣女这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半个月后，月银楼一定来呀，随礼也不能少。虾人啊，你至少随2灵石。这哪是请人喝喜酒，这是明的索要随礼。他那个娘子都是借了大伙的钱财凑齐娶到的，现在竟然还要我们给他随礼，太过分了。到底什么样的女修能看上杨管事？
据说在胭脂阁相亲认识的，女的长得很漂亮，彩礼要的不低，估计是看她彩礼拿的多才同意的吧。现在这世道，我等散修，别说求长生了，就算娶妻都没门。不说了，还是今晚去怡红院听曲。摸鱼一天，下班后虾仁没有立马回家，他打算去胭脂阁给夏荷买件贵点的灵袍，以弥补昨日怡红院之错。虾道友，你又来了，今日想买什么？神道友，我想买那件灵袍。这男人前日刚买了件10灵石的灵袍，今日又要买20灵石的，这么有钱的吗？虾道友，你确定是这件20灵石的吗？确定以及肯定。我与娘子恩爱有加，她整日为我操劳，我心中过意不去。很快是她生辰，即使掏空积蓄，也要给她应喜。虾道友，你对你娘子太好了，麻烦陈道友帮我包好。那阳凤山凑个150灵石的彩礼都如此艰难，虾道友随手给娘子买2件衣裳便是30灵石，倒是我看走眼了，早知道便不该打这么快答应，好男人多的是，不行，我要退婚。娘子，我回来路过胭脂阁给你买的。我不喜欢这个颜色。没关系，你若不喜欢穿出去，可以在家只穿给我看。我为什么要传给你看？娘子，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。我在那坐了1个时辰，啥都没干就走了。娘子，你相信我，我只是想除去心魔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去了。你竟然为了这种事去怡红院？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娘子，你原来会笑呀，你不生气了吧？哼，3个时辰，5颗玉清丹，若做不到，今晚不许上床。谨遵法旨。娘子，我做到了。歇息吧。娘子，今晚你实在好看，我想再多看片刻。我出息了，终于到2个小周天了，换算成前世的时间，那就是2分半的。灵根竟然到中品了，系统真好呀，系统全部加点到修为上。睡吧，你不用再有心魔了。唉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是勾栏女子，在这装什么老板啊？我已发下毒誓，此身只愿信奉主人，绝不让其他人碰我一下。今日你不接也得接，来人，给如意梳妆打扮。这是玉坟符，今日谁敢碰我，整个怡红院都要给我陪葬。这可是3品符纸，你从哪来的？是主人给我的，他说我已经是他的人，若有人欺负我，便用这玉坟符与他同归于尽。刘素，咱是勾栏女子，怎能对客人动真情？再说，若是你那位主人已然婚配了呢？那我便做侧房。若人家不愿意娶妾呢？那我便为奴为婢，哪怕给主人做同房丫头、做饭丫鬟，我也心甘情愿。那若是人家根本不愿意接受你呢？那我也要等他来找我，听他亲口说。唉，你们立刻去寻昨日那位客人。虾仁竟让花魁对他痴迷至此，这算不算可疑呢？虾道友，重大好消息啊！杨凤山那厮被退婚了。昨天杨管事刚发完喜帖，咋今天就被退婚了呀？据说那女子嫌弃杨凤山彩礼太少，要再加200灵石，杨凤山拿不出来，那女人便要退婚。都要成亲了，还临时加彩礼，杨凤山竟然碰到这种女人，这不会是报应吧？谁说不是呢？听说那女人在胭脂阁做女士，杨凤山找人理论去了。陈家，你已经答应与我成亲，竟又临时索要彩礼，怎可如此不讲信义？杨道友，当初我要的彩礼是300灵石加1座灵脉仙符，是你哭穷，我一时心软，让你暂时先给150灵石，可我没说剩下的不用给啊。你，陈道友，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灵石，能否再少一些？想娶我的难修太多，又不是非你不嫁，10天凑不齐彩礼，别再来找我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对了，就丹炉，我再试试偷出来卖了，就嫁祸给虾仁或者方老头。陈家，你等我。莫道友，你咋来了？虾道友，又有炭宝堆要50袋清风散，我卖给他们4灵石1袋。若你们觉得卖给我3灵石太亏了，我们可以再商议。不用了，我说过的话从不更改。莫道友，我炖了领肉汤，要不要一起吃？我还要去夜市摆摊，就不打扰了。2位道友，到此。莫道友每日早出晚归，深夜回家还要修炼画符，真不容易。娘子，你穿这条裙子真美。
今晚全部练出来。娘子，我的神识和灵力不足以支撑连续炼制7颗灵丹啊！若有人要杀你，你对他说我没有做好斗法的准备，他会停手吗？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前辈，镇阳宗派去天禄山的人有10余筑基，3名金丹，还有1名元婴带队。据说这元婴是内门长老桑月。前辈，我还发现一件事，那流苏花魁前日招呼了1名客人后，便拒绝见人，说此生只愿伺候那位客人。他为何这么说？我在门外听得不真切，似乎是流苏被那人征服了，所以便认定此人。滚！桑月，那日你偷袭我，师父为救我授你一剑，此去天禄山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圣女，你来了。桑月要去天禄山，只要他敢去，必死无疑。只是不知道桑月会不会带着他那个徒弟一起去，最好这师徒俩一起死在天禄山。希望叶希月不会去，我会在镇阳山当着这些正道的面，亲手斩断叶希月的极品灵根。到时候我跟着圣女一起去。你与那个所谓的客人确实没发生什么吗？当然，圣女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那就好，你自己小心些。夏道友，俺们云灵镇出了一位人中龙凤，你知道吗？啥意思？夏道友，你竟然没听说？怡红院的花魁流苏仙子对外宣布，她仰慕那位人中龙凤，此生愿为奴为婢。可我那晚啥也没干啊！我这该死的魅力这么大了吗？方叔，我娶妻还差些彩礼，能否再借我20灵石？杨管事，我女儿的修士学院马上要交学费了，我真没灵石借给你啊。方老头，平日我对你多有照顾，现在找你借一点点灵石，你却推三阻四，好一个忘恩负义之辈。杨管事，上次你借我的50灵珠何时还我？50灵珠你也好意思要？要还可以，除非你不在灵丹房当值了，我立马还你。巧了，我今天就想辞职，你现在立马还钱。瞎人，我何时借过你50灵珠？你既已不是灵丹房的人，那就立刻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无赖！各位道友，这半年来多得你们照顾，就此告别，祝各位仙途通坦。这一日，虾人出灵丹房大门，他已是炼气3层一阶丹师。他日若再进此门，我当是何等修为！哈哈哈哈哈哈！